泪流满面，太虐了。心寒女主程少上，我笑青山依旧，风雨抓不住，感叹人生苦短，荒诞无穷。愿独骑一匹马，伴着天上的笛声，让我畅游四海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鹰，自由地飞翔。我也想像它一样，天地浩瀚，无拘无束，随意翱翔。自幼因战乱，被父母遗弃在家中。10几岁的时候，因为父母不在，他一个人在家和2个姑姑一起吃了不少苦头。他被送到乡下，吃不饱穿不下，病得很重，差点死去。后来他日夜思念的父母终于回到了家。少上以为自己终于有了支持，可外婆对他不满意，百般挑剔，却对表弟温柔体贴。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被妈妈照顾的感觉。在奶奶的眼里，他就是不懂礼数，却没有人耐心地教过他这些东西，怎么能指望他做模特呢？少上第一次和楼瑶订婚，因为他想看看外面的广阔天地。她是一个向往自由的女孩，天高海阔，世间有许多前所未见的风景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，为了大义，他不得不放弃这段婚姻。少商难过，他说：我就是不甘心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倒霉？当林不多主动向他求婚时，所有人都认为少商配不上他，周围的一切都促使他接受了这段婚姻，做一个端庄贤惠的妻子。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是否愿意做这件伟大的事。与滔天的力量相比，少女的意志实在是微不足道。好在少商喜欢林不默，从一开始他孤身一人为自己报仇，独自吞咽委屈，到爱他，信任他，将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他，与他结盟终生。新婚之夜，林不一杀了整个林家，以报杀父之仇。少商一次又一次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，他想让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他，这意味着他能否真正进入他的世界。但令不欢选择了独自承受，他把他丢在悬崖上，又以少商最不能接受的方式再次伤害了他。你今日若敢将我丢给一个人，我程少商发誓，我今生今世绝不相同，今生今世绝不相同。后来三皇子找到少商，告诉他你的丈夫有危险，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他。小商人回答说，我能酿出全城最浓最纯的酒，我做的水车比工匠作坊还要灵巧轻巧，不管有没有林不月，我都是一个活得好好的女孩。但就因为我是女孩子，不应该被咄咄逼人地问，你女婿要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陪你去死？我不能因为我是女孩而被蒙在鼓里。我实质不知道我的女婿是谁，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救了我的命，我用我的生命来报答。如果我今天不能救他，我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如果有一天我想死，那是因为我厌倦了生活。林不一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，但我还是我自己。程少上的每一步成长，也见证了他之前的死亡。之后，他将自己关在长秋宫5年。5年来，他从活泼、勇敢、天真、妩媚，成长为乖巧体贴的程宫绫。没有人知道他心里的难过，也没有人爱他程少上。他最可怜的地方是没有人认为他可怜，他最惨的地方在于，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幸事。我想看看世界的广阔天地，我想知道为什么建筑物可以建这么高，为什么汽车可以行驶那么远，为什么农作物可以在地里种。我想看到真实的这个世界的出现。那无忧无虑的卷发终于消失了。古装美男排行校战不敌杨洋夺第4，冠军是吐血专业吴磊落榜震惊网友。古装剧正在兴起，近期新剧收视取得不俗成绩，男明星古装各有优势。日前，中国新浪影视排行榜公布10大最美古装男演员，王鹤棣仅位列第6，陈情令校战，王一博分获第4、5位，梦花录陈晓获得第2名，沉香诚意夺冠。但收视率巨大的星光灿烂主角吴磊却跌出榜单，让网友大吃一惊，惊呼怎么可能没有领舞道？文末有完整列表。王鹤棣这次获得第6名，他以前被称为古装丑人，好在苍兰诀救了他，他在东方青苍中以一副妩媚妖娆的模样掀起了一股热潮，最终成为了当红小生。他最新的古装剧《浮屠缘》是第一次挑战权贵的太监，还勾引了皇妃。
获得第4名的肖战，今年还没有推出古装新剧。即将上映的《玉骨遥》让粉丝们翘首以盼，但播出档期尚未确定。网友们更喜欢他的古装造型。他与本次获得第5名的王一博共同演绎了当年谈美剧的天花板《陈情令》，由此引起的现象级轰动，至今无人能打破。杨洋获得第3名。时隔4年重回古装作品试探世界，今年开播首日播放量突破1亿，播出期间几乎天天上热搜，收视热度可见一斑。虽然来试试世界的评价2极分化，杨洋的演技也被网友诟病，但他在剧中的古装却惊艳了观众，被网友盛赞拯救了古代傀儡，提升了古代傀儡的外貌标准线。有古装天花板之称的陈晓此次获得第2名。他的新作《梦话录》播出不到1周，在中国腾讯网站的浏览量就突破了5亿。不仅长相依旧帅气，眼神也发挥到了极致，连导演都夸他的眼睛很养眼，冠军由诚意夺得。自从仙侠剧流利走红，让他跳上一线，今年他和杨紫搭档沉香为蟹，沉香重花，两人的结合堪称一流，让这部剧大放异彩，播出前就备受关注。虽然播出后评价褒贬不一，但其带来的热潮依然令人惊叹，也让程昱人稳跻身古装一线小生之列。近日，他首次参演武侠剧《莲花塔》，露出的红衣依旧英姿飒爽。不过，不少网友看到名单后都傻眼了，激动地说：“吴磊怎么会错过？星汉乐生沧海好帅，你干嘛？怎么可能没有领悟到？这个名单是不是你搞错了？我们雷雷是我们今年8月份的男朋友之一，怎么不见了？”中国新浪影视榜10大最美古装男明星，第1名程毅，第2名陈晓，第3名杨洋，第4名肖战，第5名王一博，第6名王鹤棣，第7名罗云熙，第8名龚俊，第9位张令和，第10名陈哲元。杨洋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是他，而是公司的幕后策划者。12月20日的明星大赏现场热闹非凡，几乎所有的电影明星都聚集在这里。英俊的男人和女人简直就是一种奇观。活动虽然结束了，但粉丝们的不满却是五花八门，有的去工作室，有的去后援会，有的去维护自己的偶像。这个聚会表面上很普通，但实际上隐藏着很多秘密，这也是很多事情的起因。首先，李现和吴亦凡的支持者当场发生了争执，罗云熙和丁禹兮的粉丝在投票时吐槽了他们的后援会，杨幂、吴亦凡、赵丽颖的问候都被网友们带到了网上。杨紫和杨洋的粉丝也没有闲着，他们有开始寻找新的造型师。杨紫的妆容和发型不符合她的风格，就算她的技术不是很好，粉丝们的吐槽也是有原因的。好在杨紫的情商很高，这件事总算得到了缓解。而杨洋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，因为他的长相，两人的矛盾已经愈演愈烈。他们的粉丝呼吁组建新团队，宣布自己的造型团队，并为杨洋成立新工作室，声称只要解决不了所有问题，他们将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。后来，后援会和信息网站都发表声明称，这些服装将受到更多审查。然而，这2个反应都没有让他们的粉丝感到高兴。粉丝需要官方回复，否则不会参加任何活动，不搞素材，不采购，不买，这个必须处理。杨洋的粉丝在网上也没有松懈，他们在公司外面租了一辆车，用扩音器维权。眼看事情越演越烈，粤凯的贾士凯发表声明称，此次活动的设计师都是业内顶尖的，他们说有问题会处理，但绝不会撒谎。然而，这个回答并没有让他们的粉丝满意，他们要求解雇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，并要求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工作室，并宣布他们的工作人员。很明显，所有的请求都没有得到满足，所有的回复都含糊其辞，让他们的粉丝无事可做。他出道这么多年，连一个独立的网站都没有，宣传也不是很好，难怪粉丝抱怨。杨洋不应该发展成这样。肖奈走红后，很难拍出什么优秀的电影。近年来，他的名气不小，名气不大，甚至还传出一些负面新闻。他是当红小鲜肉，显然不如那些当红艺人有前途，所以这一次他对自己的偶像很不满意。
或许是因为局势失控，贾士凯和他的粉丝群都无法平静下来。圣诞晚会上，杨洋不仅送上祝福，还亲自出面调解，一言不发，仿佛是在对自己的粉丝说不满意。本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，粉丝们该打住了，可是下面的回复却让他们吃惊，他们不理会，只是说他们很忙，请不要打扰，让杨洋专心做自己的事情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也有人说可以暂停，不再做数据、背书、列表。很快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有人注意到杨洋，并没有阻止杨洋，因为他在上海拍戏，而在北京，他的微博也不是杨洋的风格，这让很多人认为是背后的公司场景来掩盖这一点。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大怒，纷纷指责贾士凯，如果这次不给他一个解释，他是不会放过的。其实在这个圈子里，粉丝互相撕逼的情况并不少见，结局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输，一个是妥协，一个是像吴宣仪一样变黑脸，表达自己的不满，最后为了表达对自己的爱，他们选择了安家。也有部分黄明昊的支持者强烈抗议与金子涵合写的歌曲，甚至黄明昊亲自出面劝阻，但无人回应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粉丝终于赢了，也有了他们期待的结局。或许在旁人看来，这是一种插手的行为，外人指点高手，只能说立场不同，立场不同。粉丝们自然会想利用他们偶像的所有资源，公司的利益是最重要的，谁对谁错很难给出客观的答案。